大家好，接下来将进行为期2周的认识仪器。首先，在认识仪器仪的课程中，共有4个主题：面包板、电阻、直流电源供应器以及3用电表。下方的3张图都是面包板，但尺寸各有不同。在本课程中，选用最右边的尺寸较为合适。面包板的特色就是连接电路时不需要焊接，我们可以直接把电子零件和电线固定在面包板上的孔洞。使用面包板时，要特别注意孔洞间的连线关系，中间沟槽的2侧横向每5个孔连接成等电位，从内部连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此外，所谓等电位，指的是待侧节点彼此间没有电位差，此时节点之间也就是俗称的短路状态。在边缘纵向的部分，各直行每25个孔连接成等电位，但也有50个孔洞连接在一起的形式。借另一种示意图，我们继续观察面包板的内部连线，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，有被线连在一起的洞，在电路上被视为同样的节点。一般来说，电源的输出会安排在面包板的2侧，至于中间的区域则放置其他零件。当零件的一只接角被插入孔洞时，此时这只接角会被延伸成另外4个孔。依此原则，我们可以在面包板上摆放所需的实验电路。电阻是一种很普遍的电路元件。回路中，如果有电流经过电阻，则电阻会使得电位下降。实际的电阻可以由许多不同的材质构成，包括碳质薄膜、金属薄膜、水泥或是高电阻系数的镍铬合金，如绕线电阻。在电路学里，欧姆定律 （Ohm's Law） 表明，导电体两端的电压与通过导电体的电流成正比，也就是说，电阻的定义是电压大小除以电流大小。遵守欧姆定律的元件或电路称为欧姆元件或欧姆电路，反之则称非欧姆元件或非欧姆电路。此时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呈非线性。电阻因额定功率不同而有体积大小差异。功率大的体积大，电阻值可以直接标示；功率小的体积小，很难直接标示其上，如钛膜电阻或金属膜电阻，这些则改采色码表示。色码可同时显示出电阻值及误差范围。一般来说，金属膜电阻拥有较小的误差范围。这边以一个4环的色码为例，4种色码从左至右分别表示 L 10位数、B 个位数、C 10的幂次，以及 D 误差范围。色码标示除了4环外，还有5环与6环，额外的环分别表示第3个位数和温度常数。色环所代表的数字如图所示，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，对应0 1 2 3 4 5 6 7 8 9。至于误差范围，请参考图示。在电子实验中，常用的碳质电阻采用4环色码标示电阻值。这边用一个范例教大家怎么判读电阻值。首先，拿到的电阻要先区分左右边，属于最右边的色环会与左边那一群稍微有一点距离。此例中，最右边的色环看得出是金色。接下来，从左到右分别是红、黄、绿，对应的电阻值是24乘以10的5次方欧姆。误差则为正负5%。钛膜电阻、金属膜电阻多做成固定大小，电阻值不见得符合需求。假设实验电路中所需的电阻，材料包里面找不到，那么除了额外去采买以外，其实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。第一种是用电阻的串联或并联去得到需要的电阻值。另外，还可以使用可变电阻。可变电阻的内部结构如图所示，接角 A、C 间有一个可转动的结构。连接到接角 B， 根据电阻大小与其长度成正比的关系，透过旋钮可以改变接角 A、B 间的电阻和接角 B、C 间的电阻。使用可变电阻时，务必要确认好哪些接角是实验要用到的。在实验室中，主要提供2种电源供应器给同学使用，依性质区分，有线性直流电源供应器和可程式线性直流电源供应器。依厂牌区分，有 GW 和 BK。依操作方式区分，有旋钮操作与按键操作，请同学务必学会操作不同的电源供应器。目前看到的2种是属于 GW 的线性直流电源供应器，主要用旋钮调整电压和线流，能同时提供2组或3组电源输出。输出端口依颜色区分，分别是红色高电位、黑色低电位、绿色接地端。另一个厂牌 BK 属于可程式直流电源供应器，主要用键盘做设定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台机器的接地端是额外分接出来的，
不像 GW 是直接固定在前面板上。关于这台机器的操作，请参阅另一部教学影片。本课程中最常使用的电源设定不外乎设定固定电压以及设定线流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直流电源供应器可以提供固定电压。设定时要注意，电压旋钮、电流旋钮只要有任一个是归零状态，那电源供应器就无法提供任何输出。所以，设定电压时，电流旋钮必须稍微加大到非零的情况。同理，设定线流时，电压旋钮也必须为非零的状态。最后，设定电压与线流的要领如图所示，输出端开路可以设定电压，输出端短路可以设定线流。实际操作请参阅另一部教学影片。线流在实验中是一项很重要的设定，原因是直流电源供应器可提供固定电压输出。根据欧姆定律，电压大小等于通过的电流乘以其负载电阻。在电压固定的情况下，随着电阻变小，电流会不断增加。若不加以限制，则当电流大到一个程度时，负载可能因此烧毁。所以同学们在实验时，务必要先限流。至于限流的范围，要考虑电路整体的额定功率以及电压供应的条件。限流最好小于等于整个电路可承受的最大电流。限流的步骤如头影片所示，原则就是先短路输出端，保持电压有些许值，接下来透过电流旋钮调整至限流值，最后移除输出短路，这样就完成了整个限流操作。透过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的图形，我们来观察整个限流发生的过程。起初，在任意旋钮归零的状态下，没有任何输出。接下来进行限流，因为此时输出端短路，所以输出电压必为零，而电流则可依所需大小调整。要记住，这个电流值就是稍后实验中电路可以获得的最大电流。再来，移除输出端的短路，接上我们的实验电路。在本课程中，一般的电路在直流条件下多能满足欧姆定律，因此电压与电流呈线性关系，电压越大，电流也就越大。一旦大到某个程度，限流就会发生作用，将电压与电流限制。此时无论如何调整电压旋钮，电压与电流的输出都无法再改变，因此达到保护线路的作用。在同学学会操作电源供应器后，接下来针对电压的概念再做一点说明。电源供应器的一组输出端口通常有3个，依颜色区分，分别是红色高电位，常用正号标示；黑色低电位，常用负号标示；绿色接地端。电压又称作电位差，为一种差值，是2个节点比较出来的结果。在电源供应器中，可以提供电位差的只有红色与黑色的端口，至于绿色接地端，它的角色则用来决定电位的参考基准点。若以数线比喻，电位差是一个线段的大小，而数线的原点则是接地端。假设想要找一段大小为5单位的线段，那应该可以找到无数个。但若指定要找正5的位置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从原点算起，比它大5单位的地方。同理，负5也就是比原点小5单位的地方。在不同的电路条件下，地的选择也很多样。这边说明的是几个常见的接地点。第一，以地球当作地。一般来说，建筑物的地线都会与地表相连，此时观察的电位差都是与地球比较。第二，以电器的机壳当作地。机壳可以当作内部电路的参考基准，同时又可以透过电源线的第3支接角与地球连接，形成机壳与地球等电位。一旦将电源插上，此时内部电路的电位差比较对象除了机壳外，也同样包括地球。第三，信号源自行定义的地，常见于信号与外部线路有阻隔的电路中，此时电位差比较的对象可以因应设计需要而调动。上述的3种地不见得总是能连接成等电位，譬如天上的飞机、手中的携带装置、3用电表的供接点等等，这些接地点显然不会和地球等电位，但这现象不妨碍实际电路的运作。理想上，若可行，常会把3种地接成等电位，以避免漏电的危险。关于接地的介绍到此告一段落，其余更深入的理论请同学自行研究。目前各位看到的是一种常见的3用电表，主要用于量测电性，可以观测的对象包括直流电压、交流电压、直流电流以及电阻值。不同等级的电表还会有其他功能，例如 BJT 电晶体的贝塔参数、电池电压等等。此外，较高级的电表也会具备较高的解析度，
也就是测量值的位数比较多。使用电表的基本步骤是决定好量测对象，将碳棒插入正确插孔，然后调整中央圆盘的档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红色碳棒常因需求改变插孔位置，黑色碳棒则固定在供接点 COM 点上。选择档位大小的要领是从大范围逐渐减少到小范围，在能量测的范围内，选择可以显示最多位数的档位。这样的做法称为满档量测。关于电表的操作，请同学继续参阅其他教学影片。最后，量测不同物理量时，务必记得连接方式各有不同，若不小心接错，轻则电表内保险丝烧毁，重则电表故障无法修复。量测电压时，碳棒与待测物应并联；量测电流时，碳棒与待测物应串联；量测电阻时，碳棒与待测物应并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定要移除电路的电压源，否则电阻即将因为其他电源的干扰而量错。